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这个美国、乌克兰的媒体都在炒作这个穿越机的事情所谓就是众筹1万架穿越机，然后呢把它投入到俄乌的战场上，来改变这个战局。事实上呢，这个穿越机也就是一种多旋翼的无人机，有的时候是4旋翼或者是6旋翼这种就是类似于直升机的原理它能够垂直起降，速度比较快，比较灵活，和通常我们讲的这种固定翼的无人机呢有一些差别，就是它飞行的高度比较低比如说只有几百米，飞行的这个距离呢也比较近不能像固定翼的飞机一出去就能够达到上百公里、上千公里甚至是这个高度也可以几千米的高度，像穿越机达不到就是几百米的高度，然后这个最多是个几十公里可能几十公里都出去都够不着它了，就是控制不了了所以它的特点呢，主要是飞行高度低，速度快，比较灵活。再有一个呢，就是像英文呢，把它翻译成 first person view， 就是第一人的视角。它一般搞模型我们讲飞机模型也好，或者汽车模型也好，都是人这个肉眼看着它，然后进行左拐右拐，升高下降这样操纵。但是呢，你像这种所谓穿越机，它一飞出去，飞出你的视角视野以后，你没法看到了。但是呢，你通过手里持的这个遥控器，这个小屏幕这个小电视是咱们游戏机似的你还可以看到它，你就知道它在哪个位置，然后它现在下方有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你就可以进行打击或者是侦察监视了，就起到这么一个效果。虽然它有这样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呢，它的载荷是有限的，就是挂不了太多的弹药就是即使它跟对方的装甲车同归于尽的时候，它载的这个弹药也有限，爆炸力呢也有限，而且距离远了之后呢，也很难操控它了，就是联系不上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受到对方的干扰。那之所以现在要炒作这个事情呢，主要是这种相对便宜的这个装备它比标枪导弹或者是从阿帕奇这个武装直升机上发射的这些陶式的导弹那要便宜得多比这个固定翼的军用无人机呢也便宜得多。当这个俄乌冲突打了1年半的时间消耗这么大的时候，尽管美国也是不断的给乌克兰增加军援，但是呢，你这样长期这个消耗下去，它的这些武器装备的供应恐怕也是就是供不应求也很难满足，所以要用这种就是所谓穿越机，或者是这种小的补充的这种就是民用的改成武器装备的设备来弥补战场上就是攻击对手的这种力量的不足。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想买这种导弹或者是这个飞机大炮一般个人出不起这样的钱，那你搞这个所谓众筹，就可以从老百姓的腰包里边把这么多的钱给掏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时候其实他炒作这个消息呢，并不是说这个穿越机有多大的这种作战的能力有多强大的这种威力，而是说呢，在这个时候最好呢能够从老百姓的兜里多掏一些钱，然后呢投入到战场上来。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